什么鬼？我胖了？不应该啊！再试试。贪心，还是太贪心了。这么多东西怎么掏啊？相公，咱们也不过走了个形式，你没必要这么死缠烂打的吧？我这不是来见你最后一面吗？瞻仰瞻仰我可爱娘子的仪容。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不然，这东西我给你留2件，算仁至义尽了。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双腿发软？浑身燥热，无感模糊。你不是给我喝的红糖水吗？我怎么可能信任一个身边的杀手？那是朱古力，是以我的血为药引所制。每12个时辰都必须服用这个，不然你将7孔流血，暴毙而亡。朱古力，12个时辰都要服用。确实，所以现在你还跑吗？说什么呢，相公？能嫁给如此人面蛇心的你，少三生有幸。我家娘子可真乖呢。3、2、1，今日就送到这里吧，回见了几位爷。你是赶往仇王府参加6王爷的大婚？这等好事，怎少得了我呢？街头法则第5条：多听、多看、多感受。人家都闯起来，说的是藩邦的人。御风情王爷到！我也出来了。他就是6王爷。欢迎欢迎，各位久等了，里面请。街头法则第8条：敢想敢拼，有正直。好久不见啊，6王爷！祝6王爷新婚快乐！常公子玩得开心点，里面请。这情是女相。又来一个，今天这局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大婚也太寒酸了，今天不会空手而归吧？这财宝中怎么还藏有暗器？嚯，还挺锋利。王爷，是王爷吗？竟然还有个大活人，不对，有危险！你误会了，姑娘，我是来给王爷送礼的。
新娘还带个杀手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更何况我是给王爷送礼的。哼，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给我来点红色，冲冲喜吧。什么情况？不会吧？这事儿也太离谱了！钱没背多少，人命倒背2条。36级走为上策，先闪人再说。不好，有人！王爷吉时已到，娘子。哼哼，画成这个样子，该认不出来了吧？我们开始吧。好险！赶快！演完这一出戏，小爷爷赶快跑才是。怎么变成他了？拜天地！对不起了，相公，咱们有缘再会吧。娘子，咱这房都还没圆呢，您这是着急去哪儿啊？相公，咱这婚礼玩这么大，这么刺激，别装了，娘子。哦，不，常公子，你都换装了，为何不把你这女香也换一换？你这妆化不化有区别？那你还跟我成亲？你也别慌。本王呢，无非是想跟你谈谈。你管这个叫谈谈？真的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家暴不可取啊，相公。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我不是杀手。那谁是？人呢？我明明就把那2个人撂这儿了。你想回地牢跟我唠，还是想下地府跟阎王爷唠？相公，饶命啊，相公！我就是一个见财起意、目光短浅的小贼，我哪敢行刺您啊？你一定得相信我，咱这婚姻不就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吗？啊？我相信你，毕竟死人最诚实。您这是做甚啊，相公？喝了它吧。刚过门的娇妻就横死家中，红白事前后差了不到12个时辰，老太太知道了会伤心的。你的后事我会帮你安排妥当，这样你死得明白，我也活得清白。您乃崇王府堂堂六王爷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竟与我一小贼成了亲，这事儿要是传了出去，崇王府几代人的声誉不就都被我给毁了吗？不对，那2人没准就是他藏的，这看来是局中局啊。赌一把。
这崇王府的六王爷看似精明，实则也不过是一个毫无谋略的莽夫罢了。王毅，看来我赌对了。现在，我是不是杀手根本就不重要，我是崇六娘子的身份更重要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们就一定会来联系我，你就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了。你刚讲的这些话，都足够处死你好几回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贱命一条，不早就属于你这个贱人了？不愧是我的娘子，够谈吐优雅。那咱也喝个交杯酒，做个过场。都嫁这儿了，不能怂啊！这酒，本王又不是魔鬼，这个只是红糖水。大喜日子不得喜庆喜庆。看来真是红糖水，喝就喝。以后啊，你就是王妃了。王妃的样子，你都得有。你的名字叫做文文文，这什么破名字啊？是从藩国远嫁到此当的王妃。你的身世，我会让孟毅整理成书，全都给我背个滚瓜烂熟。我管你呢，小爷待会儿就拜拜。夫人，你这去打扰他们小两口不太好吧？我这叫打扰吗？我这是去送祝福。这西域来的送子酒，好东西呀！哦，哎，怎么有3个人的人影啊？啊？哎，这夫人。母亲大人，您这是来？这西域风情当真别具一格呀！哼，你又在这里做什么？我，母亲大人，孟毅他……闭嘴！我问你了吗？哦，看来这老六听他的。这洞房花烛夜，不是应该你们俩吗？把他叫过来掺和什么呀？夫人，我……哎，这又是搞什么呀？六儿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别误会，这个是相公给我的龙凤镯，新婚之夜嘛，搞些这个很正常的。哎呦，我的个乖乖，真是新鲜啊！啊，孟毅。老郭，把西域来的送子酒给他们留下。六儿，好东西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这狗皮老郭膏药终于走了，机会来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哎，相公，我早就听闻你足智多谋，但就是弱不禁风。相公，你刚刚不是还很能吗？嗯。
小爷我就在你面前拿，怎么地吧？这些呢，就当是你今晚给我的精神损失费。对不起了，相公，咱们有缘分再见吧。娘子，你跑不掉的。这个贱人还真的靠了我一晚上，酸死了。文文文，这履历也不用写的这么详细吧？这个贱人竟然敢给我下毒，卑鄙！无耻、下流、伪君子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找到解药，要不然不是别想逃出去了。人不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小的疏忽，请六王妃恕罪。平身吧，老王妃也不是什么魔鬼，小事小事啊。谢六王妃。下去吧。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双贱手呢？不行，我的专业技能是用来劫富济贫的，我得把这个荷包还回去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！老郭，咱儿媳妇这腿是怎么了？夫人，你可否忘了你昨天晚上送祝福了？休养一下就没事了。哦，哎呦，好，怪我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好好犒劳犒劳我这好儿媳了。儿媳，起快吧。怎么了？这些菜不合你的口味吗？要不我让大厨再给你做几个？不是，母亲，我是想问，这些菜我都能吃吗？当然可以吃啊！你放心，只要有我袁丽在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没想到当王妃还有这福分，当个饱死鬼也不错。你这手腕上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儿子平常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怎么劲儿都往这处使啊？这大金镯子你就戴着，省得让人家看见，还以为我们崇王府家暴呢。这大金镯子，看着重量，看着做工，看着镶边，太好了，这得值老鼻子钱了吧？哎呦，不哭啊，不哭，习惯了就好。母亲，文文也是女孩子家，头一次遭到这样的对待呢。好，我一会儿啊就教育她，让她怜香惜玉，别什么事儿都顾着自己，尊重一下女性嘛啊！母亲，还是你对文文，不得无礼。母亲大人，文文她初来乍到，对于衣冠礼乐都尚不熟悉，还望母亲见谅。我看你才是无礼呢，怜香惜玉懂吗？相敬如宾，这才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。母亲能嫁到崇家，我
问问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母亲。你看看，多么单纯又不做作的女子呀！唉，娘子啊，这可是我从广元花重金打造的，要是丢失了可怎么办？丢不了，丢不了的啊！哎呀，六儿，这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丢了也无妨。再说，咱们崇王府不是还有一大堆呢吗？一大堆。那你还不快谢谢母亲大人？谢谢母亲。没事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好热呀！哎呀，你这脖子上又是什么呀？哦，相公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说呀，娘子。可是我也是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有一些害羞。母亲啊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我悄咪咪的告诉您。想知道，想知道。为娘也想开开眼啊。啊，这个是相公。哎呀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哟，那不行，那不行啊！哎呀，那可不行，赶快把这个带上，挡着点，挡着点啊，别让人家看见了说闲话。这王妃当的也太爽了。母亲大人，您这是作甚啊？闭嘴！这我们姑娘家的秘密，你们男人啊少插嘴。谢谢母亲。不谢不谢。不会吧，相公？你不会以为我真的逃跑了吧？我的好娘子，刚才胃口挺好的呀，话那么多，怎么没把你给噎死？我这不是做好一个娘子的本分吗？跟母亲打好关系。你看，母亲她多喜欢我，不，多喜欢文文文呀。那你可一定要扮演好文文文。好的，好的。孟毅，赏花宴什么日子来着？人生人子人生日，吉神月得三合，剑锋精命，五行为金，以海棠朱红，吉祥花为百合。这回该让你当一次真正的女人。相公，你轻点儿。哎呦，好了，相公。这套还可以。别傻笑了，继续示意。这么沉啊！我这回当的不是女人，是罪人吧？再下一个拐角动手，是师父和师兄。你贵为王妃，自然要做天下女人的表率。好的，相公，我这就去换。眼瞎呀！滚滚滚滚！王妃已经跑了。跟紧她。是。果然有鸟上钩了。这位姑娘，我们素未谋面，又为何对我穷追不舍？
这又没别人，别演了。是我呀，瑞秋。怕你是认错人了吧？我们不认识你说的那位姑娘。再说了，你要找人的话，应该去官府报案。当王妃多好啊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天天锦衣华服，谁会还想着当贼啊？哪有那么好呀？王爷，师傅，那刚才那个真的是瑞秋的话，那咱们岂不是让他遭罪了？要真是瑞秋，他一定有办法逃跑。师傅，看来我们今天要倒霉了。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公子，这光天化日之下的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位姑娘，你说我这块随身的玉佩怎么会到你这儿呢？难道是我亲手送给你的？俩狗东西，还栽赃陷害我！公子啊，原来您是这块玉佩的失主啊！我刚刚看到二人往那边去了，然后地上便落下了这块玉佩。我本来还想追上去把玉佩还给他们的，没想到抬头他们就不见踪影了。哦，姑娘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聊？公子，我可是有夫之妇了，这要是让旁人看到，会让我家相公落得坏名声的。那我们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聊聊。放开我大哥！你这是一个良家妇女能有的身手？公子，我跟我家相公就喜欢舞刀弄枪，你管得着吗？哎呀！糟了，咋这个时候就发作了？醒醒！我有话问你，快醒醒！你和你同伴偷了我的钱，这账该怎么算啊？我不认识他们。不认识啊？好，那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，我派人呢上门跟你的相公要你的赎命钱。那我怕我告诉你，你不敢去啊。敢问姑娘，什么来头啊？崇王府，刘王妃。这可是你自己吐的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知道绑架王妃是多大的罪吗？我又不傻，你说我就信了。那包袱里有王府的门禁令牌，这能造假吗？这范范，大哥没有。那俩狗东西，真贼不走空是吧？这嘴还挺厉害的，就是不知道这舌头短半截还能不能这么厉害。
哎呀！谁允许你动我的女人？我还活着。要不是被那个贱人算计，误使了那个什么力，我至于被那几个笨蛋抓住吗？程六这个卑鄙、无耻、下流的小人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好像确实……不过他确实救了我一命，谢谢相公英雄救美，谢谢相公赐我解药，谢谢相公。刚刚你什么都没有听到哈，对吧？就这你都敢跑？我这不是穿上新衣服到街上溜达溜达，做天下女人的表率吗？这次算你命好，再有下次，你就死定了。街头法则14条，有事自己先跑。云飞、瑞秋啊，这次真的算你们倒霉了。卑鄙、无耻、下流、伪君子！记住，我重六要的人跑不了。还有，你最好管好你的嘴，再敢背后胡言乱语，就别怪我对你无礼。切，我就胡言乱语了，怎么地吧？不过，你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坏，确实救了我一命，确实又为了我解药。王13，叫师傅。今天你们可把我坑惨了哦！街头法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事自己先跑。还有，你变化那么大，师傅不得试探试探你？谁知道你是真的假的呀？叫你来的时候你不来，不叫你来的时候你倒是来了啊！哎呀，月秋，云飞被你们王府的人给绑了，你得想想办法救他呀。你说绑就绑了，那我也得试探试探你吧。瑞秋啊，你跟云飞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给带大的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多困难吗？现在云飞被绑了，我做师傅的能见死不救吗？今天啊，就是人家把我从那群恶棍那儿救出来的，而你们两个呢，就知道把我往火坑里推，还师父师兄呢。呸！现在好了，我在王府生活的多好啊！那不，我相公对我那叫一个好啊，他不会欺负师兄的，你放心吧，慢走不送啦。哎呀，都是师傅不好呀！现在云飞生死不明，我一个人没把握救他呀。你要是真心想留在王府的话，师傅也不好说什么了。但咱们不能不管云飞呀。我不是经常跟你说，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好啊。有帮手更好找解药。母亲，这是我逢年过节都会给父母做的萝卜糕，
是一道来自街头的小吃，希望您别嫌弃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好一个良辰美景，才子佳人，鸟语花香，就是有些人站在这儿煞风景。母亲，孟先生是我请来的，毕竟人齐了才有家的味道嘛。娘子，今晚是何来的雅致，想起做小吃了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六儿，母亲，我只是开玩笑。娘子怎么会做为非作歹的事呢？你说对吧，娘子？是啊，相公，我呀，不过想借着萝卜糕抒发一下思乡之情。进了重家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趟家了。文文啊，你要是想回去，约着一天，咱们一起回去。我也好久没有出远门了呢。谢谢母亲。就是啊，你们俩都成亲多少天了，怎么还分房睡呢？哎，这哪来的杜鹃啊？叫得真动听。是啊，要是你们俩的小房间呀，再多一些这莺声细语，该多好啊！母亲，你慢慢吃。不能让他回去。相公，你还没吃呢。母亲，你多吃点啊。哎，等等，六儿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睡觉。啊，睡觉啊！好好好，哎，甚好甚好。我得想办法把他支出去，方便师傅找解药。那个，我今天身体不适，有些体虚，相公，不如咱们去我房间里稍作休息。如果还能有一杯红糖水就最好了。莺声细语，你跟你的同伙，就是在用鸟语在交流的吧？在布防的时候，我都听到了。相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你呀，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这都白露了，哪儿来的杜鹃啊？这怎么能叫吃亏呢？女子无才便是德嘛，你们男人不都这么说吗？这狗东西怎么不会挑时候啊？这大半夜的哪来的破鸟在这叫啊？叫的人心烦意乱的哈。孟毅，把那破鸟给我找出来杀了，别让他们影响六王妃救起。是。哎呀，相公，你看，这小杜鹃可能也是看着这良辰美景，呼啦两响子，他就想吟诗一首。要不，还是放了他们吧。可我不想他们影响我们休息啊，毕竟我答应了母亲，今晚起我们就同房了。可是我晚上睡觉打呼噜，会影响相公休息的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忌讳这个？还是你想邀请他们进来？说什么呢，相公？我也是第一次，有些害羞嘛。要不，今晚臣妾就先回自己房间。现在，这捕鸟网也该收了吧？你这个贱人！王爷，鸟已进笼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两个胆敢入窃王府的小贼，就是和你对接的杀手吧？不是，他们不是杀手。你竟然如此在意他们，倒叫我不得不思考你之前说过的话。你还真是聪慧过人啊！若是一般人，恐怕早就被你耍得团团转了吧？我没有耍你，我王瑞秋行走江湖多年，虽靠道为生，但也是惩奸除恶的江湖豪杰。而他们，是我的师傅和师兄。行了，
我不想听一个杀手的胡言乱语。放心，你只要做好王妃就好，而他们俩，对不住了。孟毅，孟毅，孟毅。打扰了，我明天一早再来。不，我明天中午再来。夫人好。你刚才又看见了什么？没看见什么。袁夫人，我最近耳朵有点背，能否劳烦您帮我纠正一下？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趁孟姨不在，立刻就杀了你。今天晚上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放开我！说什么呢，相公？不是答应了母亲吗？啊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同房。这是朱古力发作了，活该，累得本王好疼啊！六王爷，昨晚您一定很辛苦吧？多管闲事。他俩有透露什么吗？哦，不过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个。又被喂药了，要赶快找到师父师兄。王爷，您总算出现了，夫人正带着人在府里找您呢。什么事？说您把王妃家人给藏起来了。这儿也没有啊。母亲，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没事没事的，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啊！老郭，我们去看下一个房间。母亲大人，娘子，咱们夫妻间的小事怎么能打扰母亲呢？六儿，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
你不是打小就学习仁义礼智信吗？这都白学了。不就是远房来了几个亲人吗？怎么就不让见了？啊，这不见你就动手打人啊？你看看你，都给文文打成啥样了？六儿知错了，母亲，您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。谢谢王爷、夫人不杀之恩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都是自家人，哪来的不杀之恩呐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母亲，请见谅。我的2位表哥从小生活在山野里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被相公一吓唬，就以为小命不保了。孩儿冲动了，我这就向2位表哥赔个不是。不敢。老郭，刚才文文都跟我讲了，2位表哥从小一直很照顾他。这个呢是一点小小的心意，是府上感谢2位的养育之恩。谢谢夫人赏赐。母亲，那能不能让郭总管送他们回家呀2位表哥大老远跑来，在府上多住上几日，也未尝不可呀，是吧，娘子？是啊，在府上多待几日吧，我让老郭安排安排。好。母亲，您若没什么吩咐的话，孩儿先行告退了。走吧。文文啊，你们小2口啊，年轻气盛的，有点小摩擦很正常。去房间跟他好好谈谈，啊。去吧，乖啊。哎，这小2口，亲家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亲家夫妻之间嘛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很正常。这是你表妹啊，她的幸福你总得关心关心吧？对，是得好好想一想。师傅，表哥，我昨日在书摊顺走了这个，你看有没有什么用？顺便学一学。婚姻调解大师。快，别让他跑了！子乔，你在这里做事啊？嘘，你管我！师傅叫我来找你的。这是什么？明日赏花宴途中，绝请古崖动手，需确保他定会前往赏花宴。重六死，任务结。你不会真的是？王爷，刚刚有鸟飞入王府，在运往牢房的路上已经自尽身亡了，想必是前来给王妃送信的。可有信件？并未发现信件，不过也并未发现他与王妃接触。看来那2个笨贼并非杀手。这下重六一定会认为我们就是杀手。
这个贱人，疑心很重的。那你是不是杀手？你是杀手吗？不是啊。那我是杀手吗？哦，哎，你是杀手。我不是啊！你不是杀手，我怎么会是杀手的？如果不能证明我们不是杀手的话，我们就都得死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命函交给重柳，然后证明我们不是杀手才行。你在干嘛？师傅说了，叫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他定会给你找到解药，脱离苦海的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跟我一同去见师傅。哎，师傅还说了。他还说什么呀？说，除非你不想跑。谁说我不想跑？他跑不了。也按照您的安排放出消息，六王妃在府中称王称霸，六王爷绝对是妻管严，王妃手中握有王爷致命弱点。明日赏花宴的途中，王妃却死于非命，赏花宴变为送葬宴。王府大办白事3天3夜，府门大开。六王爷精神萎靡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他将为爱妻独守灵堂3天3夜。到时定将暗中安排天罗地网，只要敢靠近王爷的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记住，明日绝情谷动手，给他一个痛快的死法。毕竟做了那么久的六王妃。明白。六王爷，夫人请您去一趟大厅。母亲，表哥，你们到底要干嘛呀？一想到我们的到来，就让他们小两口有了这么大的矛盾，我就于心不忍啊！是啊，芝麻麻不香。哎，好，这新婚夫妇有点小摩擦也正常的啊。母亲，您多虑了，我跟问文已经没事了，是吧，问文？是啊，母亲，没事的。夫妻之间之所以一个结，都是你心中所想，这样身就完全交付于对方了。这就是你说的脱离苦海。那就由六王妃先开始吧。这儿媳妇手法熟练的，跟个贼似的。你内心对这段婚姻充满了矛盾，一松一紧，表现出内心的混沌。因为不信任，所以左边才勒那么紧；又因为想逃避，所以右边便松散无力。哎呀，我家六儿搁这包粽子呢，还没完了。你呀，就是行动上很想把对方抓住，但有时候越用力，对方跑得越远。这个环节呢，就告一段落。那么我们的新环节，说的是心。
想必这段时间的接触啊，你们都有过对对方厌恶的时刻，所以在这里，你们可以用最恶毒的话语去提出对对方的猜忌。你可以说是或者不是，若不想回答，就把酒给喝。你先。我做王妃，你是不是一点都不舒服？是。你是不是不想再做王妃？是。我不做王妃的话，你是不是会杀了我？是。你是不是今天有事瞒着我？如果我乖乖做王妃，你会放了他们吗？我要放了他们2人，你是不是会乖乖做王妃？我乖乖做王妃的话，你就会相信我吗？这酒怎么一点也不醉人？我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没有骗你。我说过，我是不是杀手一点都不重要。我是王妃的身份才更重要，我不是杀手。还没到绝情谷吗？你急什么？着急去送死吗？我已经把密函给你了，你却没有告诉我对应的法子。你胸有成竹，我却一无所知。别想蒙骗我，你的身世依然不明，我绝对不能对你掉以轻心。我也调查清楚，那2人确实不是杀手。不过，王妃的身世，我却一直没有调查到。王13与王妃相识之时，王妃已经年满13，王妃却对之前的事情完全不记得。王13对其之前的身世也是完全不知，只是见王妃生性聪慧，便将其带在身边。现在这群杀手已经知道你背叛了他们。不行，万一要是有漏网之鱼的话，待在这儿，不就是瓮中捉鳖吗？瓮中捉鳖，今日就是如此，只不过捉的只有你。
该有多好啊！小心！我怎么把他给推下去了？你竟敢背叛组织，你死定了！你们这么大个组织，行事都这么不讲究的吗？你的任务结束了。幸亏这树枝，不然无命休矣。确实是它的味道。小心！他替本王当了飞镖。是它的味道。他应该是在我掉下悬崖后，与杀手进行了搏斗。没想到被梦翳遗漏的杀手，竟被你打败。看来他所言非虚。虽不知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但似乎对本王并无恶意。不过既已将黑衣人解决，何故还要跳下悬崖？你就不怕死吗？活着就好。我在想什么呢？我看你这人真有意思，就算是为了演戏换取我的信任，也不必置生死于不顾吧。他毕竟是为了本王掉下来的，而且本王也并非那见死不救之人。本王并非是要真的救你，而是要……疼死了！相公，你这是做甚呀？你怎么也下来了？你当我愿意下来？又不是为了躲那一刀，那还不是因为相公吗？我都说了，要是有个漏网之鱼，该如何是好呢？相公就是不听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怎么回事？我在慌张什么？竟然会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！你看看你，一点王妃的样都没有，灰头土脸的。他不正好跟你夫妻相吗？怎么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？梦翳，都怪你小子，竟然害我掉入这般境地，关键是欠下如此之大的债务，看我回去给你好看！阿去，王爷。
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还没我一个受伤的女人走得快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皮糙肉厚的？哎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会受这伤，还沦落至此？我没让你救我。你呀，全身上下就一张嘴。你不也是？这是干嘛？无礼！别动！不是已经包好了，你还在干嘛？哦，怎么将他受伤的事给忽略了？他因我而受伤，刚要为我涂药，我岂能再见他一次？我给你包扎。你想死呀？在你死之前，我是不会死的。轻点儿。哎，你踏踏实实待着吧，越帮越忙。本来也不是我干的事。是，幸好呀，我也下来了，要不然这荒郊野岭的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有什么意见你说呀，别光吱声啊。没什么。虽然呢也不一定成功，但是我还是得试一试。给。哎呀，你快拿上！哎呀，肩膀疼了，拿不住了啊！哎呀，快拿着！
你怎么对这些事这么的熟练？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一直在街上长大。有的时候呢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直到师傅把我领回大院。你13岁被你师父王13收养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你13岁前发生了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就好像失忆了一样。但其实我试着去追寻过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。后来呢，我就想开了，反正我王瑞秋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开心一天是一天。是啊，开心的度过每一天。其实，我有想过，我已经原。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要不是我误入王府成了你的王妃，现在又一起在这谷底生存，你以为我乐意管你吗？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，是我叫你不用每日游走街头，还给了你师傅师兄足够他们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好好好，我谢谢你，我的好相公，好王爷。来，多吃2口啊，堵住你这张紧嘴。吃啊！哎，其实我还挺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被刺杀？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惨。切，不想说就不说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倒是可以告诉你。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有些事情你能忘记，我不能。记得我第一次被刺杀的时候，是在8岁。那天晚上，我被一股奇怪的味道熏醒。我能嗅出危险，却因着嗅觉，不能在没有熟悉味道的地方过夜。
我竟然睡着了。是他，为了叫我能安睡，才这样做的。王爷，你在哪儿啊？王爷，王爷，变态啊！王爷，干嘛？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没错，那个布袋应该就是放解药的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些东西是什么呀？回禀六王妃，这些东西都是六王爷安排给您送来房间的。他还交代说你们路途疲惫，特地叫小的们服侍您更衣洗脸。哎呀，更衣洗脸就不必了吗？这些东西给我留下吧，你们退下吧。可，六王妃这怎么行呢？六王爷会责怪我们的。可不是嘛！快给我的乖儿媳洗脸更衣吧。王爷，您吩咐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老赵堂的送子酒啊！这一壶要是喝下去呀，那还不得……那个13跟我讲了，我看好你，我的好儿媳，咱们老崇家的以后啊，就靠你了。大可放心。好，老姑，我们走。师傅怎么回事？什么都跟老夫人说。哎，瑞秋，你这是干甚？还有脸说？你们跟老夫人说什么了？哎，瑞秋，你放心，我只跟老夫人一个人说了。哼，快，哎，这什么呀？哎，嘘，这个呀是阴阳茶壶。
湖内被一分为二，这边是普通的白水，而另外一边则是秦老先生的百花滴露。可是我看这个壶盖上面没有标签，我怎么知道哪边是百花滴露，哪边是水啊？壶盖啊，在转动时会有轻微震动，有震动手感的地方就是滴露，另一面就是水了。瑞秋啊，喝了这百花滴露，保证你们不知天地为何物啊！这样他不就自己脱了吗？脱了不就拿到解药了吗？岂不是妙哉妙哉呀！我只是想让他踏踏实实的睡过去，他睡着了，我就能把他随身带的解药给偷走了呀。要不这样，我在……这次就对不住了啊，香港。肿瘤，你怎么回事？别紧张。相公，你这奔波了一天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最近风头比较紧，不要轻易出风。哎，相公，我给你倒吧，我给你倒。他今天怎么如此贤惠？来，相公，喝水。喝呀，你个老六！他莫不是在等我夸他？没反应吗？不应该呀。这水……这水怎么了？有点甜。有点甜啊。你也品尝一下。不了，我还是喝酒吧啊。啦。完了！哎，师傅，那个阴阳壶，我怎么记得是有机关响动的是水啊？是吗？哎呦，坏了！看我的记性！你冷静一点。就只能傻傻地站在原地等好甜啊！你不要冲动，你冷静一点。相公，我要拿到解药。救命啊！
完了完了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完了完了，我到底干了什么呀？王妃，六王爷呢？回礼王妃，奴婢不知。这跑哪儿去了？居然还敢躲着你娘子！这突然又是解药又是修书的，来的哪一出？走走走走走，去哪儿啊？回房间收拾东西啊！今天梦毅跟我说了，我们自由了，可以走了。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不觉得呀？你看，解药用啊！我听说了，今天给你写了休书是吧？以后嫁人就有些困难了，不过都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啊？这来的如此轻巧的，肯定有问题。我要去问个清楚。哎，你不想走了？你喜欢上他了？他走了吗？回王爷，他走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因为他的衣服里面有解药，我知道解药就在他衣服的最里面。拿到解药后要跑吗？当然了，不跑等死吗？可是老夫人对我真的很好，就是那个程六，烦人，真的太烦人了。你很讨厌他吗？对王瑞秋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我跟你说，他看似很凶很慈祥，我知道，他就是缺乏安全感。没有安全感。可是在他身边，好有安全感。那你对他什么感觉？竭尽全力寻找昨日回忆，却发现如梦似幻，销声匿迹。他休你而已，为什么我们也要走啊？那你留下来当王妃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好不容易跑出来，开心开心。师傅，咱们好像被跟踪了，怎么办？别乱动，我看又是那帮杀手的人。哎，问文呢？他出去了。他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回娘家了。他回娘家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们都走了吗？是的，母亲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对呀，六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
问问，他不是那种一声不吭说走就走的人啊。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要急死我呀？母亲，相公，我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来了就好。相公，你去哪儿了？让问问可好找啊。我看重六那小子呀，也并非真的坏人，他可以给你解药，放你自由，就说明啊，他对你是真的有心。可是，相信师傅的眼睛，我知道你并非真的想走。我就是想回去找重六问清楚。我们来引开他们，你回去吧，他会保护好你的。问问，听说你要回娘家啊？哦，对，母亲，他是……我问问文呐。哈，您先喝水。您给我的那壶酒，我不小心喝多了，相公有些被吓到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乖，咱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好好待着。这次没放什么药了吧？相公大可放心，绝对够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都没走，谈何回来呢？相公，不想跑了？王府里要什么有什么，傻子才跑。昨夜你可不是这么……昨夜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那你这是又是修书又是解药的，来的是哪一出啊？难不成昨晚我们已经……闭嘴！我答应你找出真凶的事还没完，所以现在我不能走。这个是你自愿的。